大家好，我是 Kid。大家好，非常喜欢大刀的表演，但我今天带来的还是传统脱口秀啊。过去1年一直在演出，前两天演着演着收到一条观众的私信，问 Kid 今天演完可以 SD 见一下吗？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什么意思？Stage door 问你能不能在演职人员入口和你合个影什么的 SD。我哪知道啊？我哪知道啊？想半天给人回过去一个，行，有机会我们山东见吧。SD， 因为我们现在观众太年轻了，我的私信里还有很多说 Kid 啊，刚毕业很迷茫，不知道老家和大城市哪里好。这个问题，以我浅薄的经验，当然是大城市好啊，是吧？我在上海才会听到，实在不行回老家吧。我从来没有过在我苏北老家听到过，实在不行去上海吧。你知道这个话出现在我们县城，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这个病啊，实在不行去上海吧。我是18年带着辛苦攒下的1万块来到了上海，来了发现在这里生存比我想象的困难。首先你从县城来，你对上海就没有概念。我当时租房跟中介说的都是我想找一个3室1厅，精装修，人民广场附近，预算在2000以内。中介也挺幽默，说小伙这房我们这是没有，你那个不行去乐高看看呢，乐高。看1天看上了一个2500的隔断，我说还行，还剩7500。中介又笑了，说上海押1付3，2500押1付3，1万。我攒了那么久攒下的1万块，来上海1天花没了。那一刻怎么说呢 ？Just like magic。哦，这么个魔都是吧？这么个魔都，咬牙租了。我说也不能灰溜溜走了呀，没钱用，我这只能变卖一些以前买的球鞋、潮牌衣服。日子越过，衣柜越空。有天打开衣柜，我都绝望了。我说这是没灰溜溜的走，怎么要光溜溜的走了呀？怎么净身出户了呀？最后撑下来了，没有回去，因为我知道老家也不是100%安逸顺利，老家有老家的困境。大家这2年总在说大城市牛马惨，有人关注过县城牛马吗？做6休1，没有社保，想换也换不了，那工作都是父母隔了好几层关系给你求过来的，压根没有跳槽的概念，你就在这槽上躺平一辈子。是吧？最关键的是你在上海当牛马，老板还只会让你干活，你在老家当牛马，每天都有亲戚逼你配种啊。我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得用上海牛马的话术应付苏北牛马的活。人生大事你得放在第一位。我说收到。你得分得清轻重缓急。我说好都好都。你得赶紧结婚，赶紧把孩子生了。我说最晚下周给你。家里也不一定能帮得上你什么。有个说法叫县城婆罗门，意思县城是种姓制度，那些资源都被各大家族企业垄断了。小刘爸爸生产，小李爸爸出口，小孙爸爸做账，小赵爸爸查账，是吧？几个爸爸组成一条 deadline， 是吧？他们的生意都做得很大，每天都是以万为计量单位的。而我爸每天的生意，那计量单位就不仅有万了，还有饼条，是吧？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婆罗门，有些人生下来就缺一门。所以对于家里没有背景也没有买卖的我们来讲，也是被迫留在大城市的。没有背景就只能北京，没有买卖就只有伤害。反正不管你去哪儿吧，咱普通人在哪儿都不容易。咱们的人生处处是苦海，要不然为什么各行各业都在说要上岸呢？我只是觉得你选择完一片苦海，你就别管别人在怎么说了。经常有人跟我，他也没来过上海，就跟我说上海不好。我说你去那儿干啥？上海只是有钱人的乐园。我特别不理解这句话，上海只是有钱人的乐园。有钱人难道不是在哪儿都是乐园吗？是吧？就算那真是有钱人的乐园，这也正是我从县城来的原因呢。乐园，那最需要的就是工作人员嘛。
是吧？咱们就是赚钱来了。有钱人在哪儿，钱和机会就在哪儿。因为在有钱人的眼里，钱是万能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会拿钱干什么莫名其妙你理解不了的事情。很可能明天就有一个上海富豪说：“哎呀，这每天睡前就想听人在床边给我讲点谐音梗呢，怎么上哪儿找去呢？”我立马拍马赶到，我说：“大哥，您还上哪儿找啊？你这不有个现成的吗？是吧？”他们又说，在上海生活的人都冷漠孤独，这确实是。但我觉得咱们得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冷漠也就意味着咱们的所有在上海发生的所有的困难都是自己解决的，是吧？你在上海都能活得下来，你就不会死在其他地方。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是吧？每天咱们不还照样在这儿上好班、做好事、拼好饭吗？是不是？它会拉高你被困难打倒的影响的阈值，因为困难它不会一个一个来的，非常有可能有天60岁的我躺在床上醒来，发现在同一天父母离开，老伴儿也走了，子女也不管我，上网一看又延迟退休了，是吧？我在上海生活过，我也能保持那种松弛感，我会做的第一件事也是，那先搞杯咖啡喝喝吧，是吧？我觉得更不要说孤独了，孤独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在乎你，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生活。你看安福路那些人，他就在那晒太阳，要是在老家这就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吊儿郎当、好逸恶劳，在上海这叫 gap， 就是在上海就有这种魔力，你在上海你就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一摊，你就感受这个上海滩，是吧？罗老师又受刺激了。没有人在乎你什么工作，结没结婚。我那个房东奶奶70岁了，没生没嫁。有回过年我没回家，她给我做了年夜饭，我当时很感动，喝了点，跟她哭诉，我说父母怎么压抑我，亲戚怎么挤兑我，同学怎么嘲笑我。她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用很上海的方式安慰我。她说：“哦哟，穷地方都是这样的啦，穷地方。”我为什么想讲这个？因为这2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离开了上海，这其中包括我的心理医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行，在这儿太焦虑了。完了，我还劝了他半天，但是他很厉害，因为他从决定到搬走只花了3天。所以我就想祝福所有想离开大城市的朋友，都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也希望咱们决定留在大城市的朋友，都有说不走就不走的理由。讲到这儿，谢谢你们。大主管看了一下。谢谢 Kid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来 ，Kid， 锁票倒计时开始。再次掌声，感谢 Kid。谢谢。 Kid 刚才也说了，之前其实，在上一季的，在去年，你更多的是分享的你自己的生活故事嘛，包括工作、家庭等等。对。然后这是本季的第1次，然后上台选择感受式的是为什么？我就是想说，好像这个是这2年大家的一个在纠结的想法，可能很多朋友丢了工作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好像是值得讨论的一个东西。是的。其实，在哪儿生活都有哪儿的好，也都有哪儿的难啊。对。Kid 是我一直很喜欢的选手，然后今天我也听得很开心，全程都在笑，然后最后少了1眼，我觉得今天3登差不多够了，因为不是他最好的状态。还有就是说这个你别不高兴啊，我刚才还有一点突然还有点难过了，就是怎么了？在这个舞台上管那个谐音梗的人不在了，你们这么放飞的吗？罗老师又受刺激了。净身出户 deadline 只有伤害，建成的吗？上海滩。谐音梗对人类一直都有巨大的诱惑，对创作者有巨大的诱惑，因为它快啊，所以我听得也很开心。但是就刚才就想啊，这么多谐音梗，然后就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对，没什么别的。我刚才听这一段，我的感受跟罗老师其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 Kid 已经可以进入一个脱口秀演员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叫怎么演怎么有。作为脱口秀演员，他需要一次表演完成那个艰难的跨越，就是以后我就无比的自信，我可以一往无前。特别为 Kid 高兴，我明白他等到了这一刻。然后这段表演它本身内容特别好，好在他塑造了2个 Kid， 一个是苏北 Kid， 一个是在沪漂的 Kid， 而这2个人始终在他体内在缠斗，在挣扎，在彼此的给对方鼓劲儿。当我在上海混不好的时候，苏北那个 Kid 告诉我，其实你可以回来。他们是彼此互相给对方力量，所以那一刻其实我是一边听着笑得很嗨，但同时内心有一些小的酸楚，因为你明白有很多人正在经历什么，就他们不是一生下来就在上海或在北京，所以他其实讲得非常的棒。是的，谢谢鲁豫老师，谢谢。Kid 呢，他是给你特别生活化的细节，包括他在说那个红条腕，在说上海阿姨对他的那个安慰。对，我觉得这种东西会打动我们的，因为它就是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画面，所以我觉得会非常的感同身受，或者相信这个事儿。而且 Kid 其实不管是留在上海还是回老家，怎么都挺好的。你爱的桂花香还是蚊香，只要用美团闪购嗖的一下都可以到家。再次感谢 Kid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大家。要